北境王很想抱一抱那3个小外孙，但他身上脏污，只能是站着干看着。这3个孩子还真是一模一样啊！3个孩子都是奶娘抱着，奶娘们刚才有些吓着了，现在见到身上带着血的北境王，心里胆战。你们以后好好照顾本王的外孙，要是出了差错，小心本王手中的刀。王爷，我们一定好好的照顾小公子。北境王是粗中有细，他虽然来王府的次数不多，但也看出了些门道，知道女儿和女婿2人对管教下人都太过和善。他转身四处看了看，你们王妃和善，但本王不是，死在我手里的人不计其数，你们要是敢有2心，本王一定叫你们终生后悔。王府下人急忙摇头，连连保证不敢。奶娘们也齐齐点头。他们刚来荣王府的时候，虽然知道这是王府，但想到荣王妃的时候并不惧怕，主要是沈妃看着太和善了，看着又不是十分重视规矩的，所以奶娘他们这些下人并不像是在旁的官宦府中那样小心翼翼。现在直接被北境王威胁，心弦都被提了起来。他们也是现在才知道，荣王妃竟然是北境王府的大小姐。在这个朝代很看重娘家势力，有娘家撑腰，在婆家的日子都是有底气的。就算贵为王妃，但是娘家地位不显，在失宠之后，在王府后院生活艰难的也比比皆是。奶娘们互相看了一眼，虽然面上不显，但也悄悄收起了自己的小心思。北境王等到天快亮的时候才离开的荣王府，那些黑衣人的尸体也都被他一起带走了。王府的下人也是手脚麻利的清理了荣王府的血迹。北境王离开荣王府的动静不小，因此长安城的百姓都知道了，昨夜荣王府遭到了刺杀。还有荣王妃好命的又生下了3胞胎。城中一处普通的房屋内，气氛冷凝。你说派出去的人全都死了？公子，嵩山带去的人都死了，小的亲眼看到了那些人的尸体。那荣王妃呢？死了吗？没有，她平安生产，还产下了3胞胎。该死，她还真是福大命大呀！去收拾东西，咱们离开。公子，那咱们的计划？还计划什么？荣王妃不死，我怎么成得了荣亲王？下人没有反驳，这次的损失太大了，那些死士都死了，就连宋山也没回来。公子这次也伤了元气，毕竟先主子留下的人不多了。公子，那咱们去哪里？传令下去，让剩下的人慢慢撤离。咱们去泉州。泉州？对，去泉州，好好的藏几年。苏墨尘看着外面的景色，内心呢喃。他从来都是很有耐心的。早朝结束之后，冯保就禀报了荣王府的消息给皇上。荣世子没事吧？皇上最关心的就是小福宝，至于沈妃还真是顺带的。其他人怎么样？皇上，王府只损失了几名护卫，世子和荣王妃都无事。荣王妃在半夜时分生了3个小公子。3个？是，听说是3个一模一样的小公子呢，而且和荣世子都有些像呢，尤其是眼睛一模一样。皇上撇了撇嘴，他们楚家人的眼睛都很像的。那些贼人的消息，萧山查到了吗？皇上，那些贼人都是死士，人全都死了，没有活口。皇上轻轻地敲击桌面，想到乔山曾经的禀报，看来沈氏的猜测还真对，有个第三方的势力在暗中窥视他们楚家江山。荣王府遇刺显然不是老三的手笔，他现在自己都自顾不暇了，看来是有人想要看到他和老三争斗，好坐收渔翁之利呀。吩咐下去，好好的查一查袭击荣王府的人是哪一方的势力，还有封锁城门，挨家挨户的搜，有可疑的人全部都抓起来。是，陛下。冯保脚步匆匆地离开了，皇上则是在沉思，要不要去看看小福宝。皇上已经接到了御林军的消息，益州王和他那几千的府兵已经被御林军擒拿，至于要不要处死益州王，皇上犹豫不定。私心讲，他想立即杀了益州王。可是小福宝不仅是小福宝，皇上不得不顾及他的感受。益州王这次来京城真的是给葛太妃奔丧的，
真不是来和皇上决一死战的。因此藏在益州的人马根本就没有带到长安城。益州王被苏莫尘阴了一把，贸然袭击了太子和2个王爷，也让益州王措手不及。就算是给益州那边发送消息，让藏匿的军队全都出动，可是也来不及救他，他离长安城太近了。此时益州王被五花大绑地关在了囚车里，王府的府兵也全都被绑着跟着队伍前进。动作快些，我们要尽快回长安。太子这次受了轻伤，所以范志忠的心里也是焦急，要是太子有任何意外，都不是他能担待的。此时太子的马车里不仅有受伤的太子，还有益州王府的小世子楚玉红，不过他也受伤了。太子殿下，我父王这次也是受了无妄之灾，他是受了苏先生的算计。楚玉红语带恳求地看着太子，直到看到太子那似笑非笑的眼神，才坦然开口：我承认我父王一直都有心思，但他也只是想想，不敢实施，否则也不会选在这个最差的时机。哦，那你说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楚玉红知道他们益州王府算是完了，最好的结果是能留下一命。要是皇上狠心一点，他们益州王府全府上下或许都得死。更何况父王在最后关头眼见要失败了，还想拉着太子这个侄子当垫背。要不是他及时出现救了太子，他也不能好好的坐在马车里和太子说话。最好的时机当然是唐国公造反之时，那时候黄伯父昏迷，朝廷也是腹背受敌，还有东西突厥的侵袭。益州距离长安很近，只要我父王有决断，从益州发兵，快马急行军，不出5日，大军也到了长安都城。太子面容不动，但内心是震惊不已。他这个堂弟才8岁吧，竟然有这份能耐，这份眼力。太子想到自己监国的时候被朝臣吓住了，要不是有小福宝镇着，他恐怕会闹出更多的笑话。还有那时候要不是小福宝及时惩罚了4王，恐怕那时候藩王真会蠢蠢欲动。而益州确实是距离长安最近的，也是最容易成功的。太子，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父王是有贼心没贼胆，那么好的时机他都没动，怎么会在祖母出殡的时机动手？这次真的是苏先生假传父王的命令。苏先生是谁？苏先生是我父王的幕僚，我父王很信任这个苏先生的，他是个经常给我父王出谋划策的人。哦，那现在那苏先生呢？这次也一起来长安了？一起来了，但现在人消失了，而且我发现我们王府中的府兵也消失了一些人。我猜那些人都是苏先生的人。苏先生这人一定有阴谋，他潜伏在我父王身边，挑拨父王和黄伯父的关系，一看就是包藏祸心。我父王虽然和黄伯父偶有意见，但到底是亲兄弟，打折骨头还连着筋呢。要不是总有这些小人在我父王身边挑拨，我父王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小心思。太子哥哥，我父王这人就是个傻的。看到太子不相信的眼神，楚玉红极力辩解。真的，他自己没有主见，非常容易被人误导。太子完全没注意到楚玉红对他的称呼由最开始的太子殿下到太子哥哥的转变，这关系还真是越靠越近呢。沈妃生产之后就在家中养娃，这期间宫中的皇上和皇后都给荣王府一些赏赐，有安抚沈妃的意思。毕竟荣王府遇袭也不是小事。此时沈妃的房间5个孩子都在了，3胞胎的崽崽一排排的躺在床上，3个小娃娃已经不像最开始那样红了，看着倒是有几分可爱。3胞胎出生的第2天，沈妃就给3个孩子喝了药剂，也是害怕他们有什么意外。毕竟喝了药剂，就算有人在奶娘身上下手，3胞胎也不会有事。小福宝，看看3个弟弟，和你有些像呢。小福宝皱着眉头看着3个一模一样的小孩子，虽然3个孩子个头不一样大，但长得一样。他们长得太像了，这多好呀！以后给他们穿一样的衣服，多有意思啊！小福宝却犯难了，原本想着王府的世子可以传给老2的，可是现在难办了，3胞胎没有继承权，毕竟长得一模一样，谁知道做坏事的人是谁？而且也太容易被对方冒充了。要是3人长大之后有了嫌隙，那世子之位……小福宝觉得有些难办，他还不能放心的离开。
这时候就看到三胞胎的襁褓上出现了一个小手，小福宝顺着小手看过去，发现是小叶子。此时小叶子正趁人不注意偷袭三胞胎，小手很快就要碰到小老二的脸上了。不行，跟哎呀，这妹妹当初要是弟弟也不错，这份淘气就应该是男孩子。小叶子要是弟弟，那世子之位就有人了。沈飞并不知道小福宝的想法，也不知道小福宝在帮他选以后能撑起荣王府门楣的下一代。他现在生产之后觉得身体都轻松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唐之灵还没有消息。不过沈飞现在不太担心了，因为北境王亲自带着人马出去巡了。沈飞觉得他就是一孕傻3年，之前那么担心唐之灵，也是忘了他曾经给他带的迷药了。若是在要丢命的紧要关头，唐之灵也可以用上那种迷药的，那样可以迷倒所有人。不过那迷药也有个副作用，就是不分敌我全都能放倒，而且造成的损伤范围有点大，方圆几里的地方人和动物也会跟着中招。事情还真如沈飞想的那样，唐之灵等人在山里这么久没出来，就是拜唐之灵所赐。后面追杀他和单州王的人都不是益州王府的府兵了，反而是苏墨尘的人。那些人手段狠辣，而且穷追不舍，人员还越来越多。暗中保护唐之灵的暗卫已经全都出来了，可是敌我人数上的差距让唐之灵这边损失不少人。武丹和武阳也都受了重伤，唐之灵最后才拿出了沈飞给他的秘密武器，改良版的毒气。毒气还真是在关键时刻救了唐之灵等人，追杀他们的那些人全都倒下了，可是他自己这方面的人马也都倒了，只剩下他这么一个可以随意活动的人了。唐之灵不确定药效的时间，害怕敌人清醒过来，所以也照着沈飞曾经的做法，拿起刀一刀一刀的捅死了那些黑衣人。浑身无力的单州王楚静怀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自认无害的弟弟一刀一刀的往人的心窝子里捅。这哪是纯良无害的小白兔弟弟呀，这尼玛是个大魔头啊！这一刻楚静怀就想捶自己几拳。天哪，他为什么要来京城啊？他差点被人给咔嚓了，还吃什么大户，还赖在荣王府，简直是嫌命长了。真是便宜没占到，反而是过得心惊胆战的。不行，长安城太危险了，这里就是个是非窝，他就算在单州吃沙子都不来长安了。等他回到长安，就赶紧带着王妃和世子离开。唐之灵根本不知道楚静怀的想法，他还是像个小蜜蜂一样一刀一刀的解决敌人。哎呀，杀人也是个力气活啊，就剩下5个人了，也快。说完，唐之灵擦了一把汗，又是2刀。另策带人找到唐之灵的时候，见到的就是这个景象，所有人都是倒着的，只有唐之灵自己提着刀站立着。属下来迟，还请王爷责罚。不是，刚好还剩3个，你们解决吧，我累了。王爷，还是要留下几个活口，带到京城审问一番。好，那就留下吧。唐之灵想到沈飞的肚子，感觉他也快生产了，他现在是归心似箭。把人带走，咱们尽快回长安城。是，王爷。于是楚静怀等人全都被背了起来，然后一行人快步的往山外走去。